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一个可能在深夜里让你辗转反侧的问题。当你的股票账户打开，满屏都是刺眼的红色，原本辛苦积攒的财富像冰激凌一样在烈日下融化，那一刻，你的心跳是不是漏了一拍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历？看着股价一天天往下掉，心里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说赶紧跑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另一个却说再等等，说不定明天就反弹了。结果呢？往往是你实在受不了那种煎熬，在最低点按下了卖出键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割肉。而就在你卖出的没几天，股价像是在嘲笑你一样，蹭蹭的往上涨。这种感觉真的比亏钱本身还要让人难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就是你，别难过，因为这简直就是90%散户的共同宿命。我们在这个名为股市的绞肉机里，常常觉得自己像是一颗无助的韭菜，被收割了一茬又一茬。但是今天我既然坐在这里和你聊，就绝对不是为了给你贩卖焦虑的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种看似无解的死循环其实是可以被打破的，但这需要你把你脑子里那些根深蒂固的常识，哪怕是很多所谓的专家教你的那些止损理论，统统先放在一边。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的是一位真正的大神级人物——段永平的投资智慧。你可能听说过他，他是步步高的创始人，是把小霸王做成国民回忆的商业奇才，更是拼多多黄峥的恩师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投资界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，在网易最绝望的时候入场赚了上百倍，在苹果被华尔街看衰的时候重仓持有。他的操作往往和大多数人的直觉完全相反，尤其是在面对暴跌这件事上，他的逻辑简直是颠覆性的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影片的时间，把段永平那套反人性的卖出金律彻底讲透。这不仅仅是关于怎么赚钱，更是关于如何在波涛汹涌的财富海洋里保住你的救生艇。请你一定耐下心来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改变你未来10年的财富命运。我们先来聊聊一个最核心的痛点，为什么我们总是拿不住好股票？或者说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该买的时候不敢买，该卖的时候舍不得卖，最后却在恐慌中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？其实，这背后有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就是股票市场，它天然就是反人性的。你得明白，人类的大脑进化了几百万年，是为了在原始森林里生存的。当我们的祖先看到草丛里有动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恐惧，是逃跑。因为如果不跑，可能就被狮子吃了。这种恐惧驱动的本能在生存竞争中很有用，但一旦搬到了股市里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。经济学家做过无数次实验，发现人在面对损失时的痛苦感是面对同样收益时快乐感的2倍以上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股票跌了10%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天都要塌了，你会恐慌，你会想逃跑。但是真正的猎手，比如段永平，他在看到狮子，也就是暴跌的时候，他看到的不是危险，而是机会。这就引出了段永平的第一条，也是最基础的原则：只在价值大于价格时加仓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句正确的废话？别急，这里的门道深着呢。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抄底是看图表，看 K 线，觉得跌得差不多了就买。但段永平的逻辑完全不同，他看的是毛。什么是毛？就是企业的内在价值。为了让你听得更明白，我们来回顾一个经典的案例：网易。把时钟拨回到2000年初，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最惨烈的时候。那时候的网易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，股价从上市时的10几美元一路狂泻到不足1美元，甚至一度跌到了0.8美元。更糟糕的是，网易还卷入了财务造假的丑闻，面临着被纳斯达克摘牌的风险，还要应对一堆官司。这时候如果你是持股的散户，
你会怎么做？按照人的本能，肯定是赶紧跑啊！这公司看着就要倒闭了，再不跑就归零了。当时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也是这么说的，给出的评级全是卖出。但是段永平在这个时候进场了，他为什么敢买？他是不是在赌博？完全不是。他做了一件其实每个人都能做，但极少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做的事。他去翻了网易的财报，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虽然网易当时亏损，股价跌成了渣，但是这家公司账上躺着的现金，扣除所有债务和潜在的赔偿后，平摊到每一股上，竟然比当时的股价还要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好比你走进一家超市，看到一个钱包标价50块钱，但你打开钱包一看，里面装着100块钱现金，你会怎么做啊？你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钱包买下来，有多少买多少，对不对？这就叫价值大于价格。段永平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他算了一笔账，网易当时虽然广告业务不行了，但他正在转型做网络游戏，也就是后来的《大话西游》。段永平是做小霸王起家的，他对游戏市场太敏感了，他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做起来，现金流那是滚滚而来。所以在所有人都在恐慌抛售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那个装着100块钱却只卖50块的钱包，于是他重仓买入，甚至借钱买入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网易起死回生，股价翻了100多倍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？当市场一片哀嚎，大家都在因为恐惧而割肉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价格严重偏离价值的时候。这时候如果你能像段永平一样，把目光从红红绿绿的股价上移开，去看看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钱，你就能捡到别人扔掉的金子。这就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菜，如果你平时爱吃的牛肉突然因为超市搞促销，价格打了个对折，你会因为牛肉降价了就觉得这牛肉有毒，不敢吃吗？不会的，你会觉得今天赚到了，得多买2斤。可是为什么到了股市里，好的公司打折了，我们反而不敢买了呢？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锚定价值。段永平经常用一个比喻，买股票就是买公司，公司就是那碗牛肉面。如果这碗面的分量没变，牛肉还是那么多，味道还是那么好，仅仅是因为老板今天心情不好，把价格降了一半，你应该做的是赶紧坐下来吃2碗，而不是转身就跑。当然我知道你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怎么知道这碗牛肉面有没有变质呢？这就涉及到了价值判断的能力，我们后面会细说。现在我想带你进入更反直觉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毁3观的第2条原则：下行时不一定马上卖出，因为卖出与你的买入成本毫无关系。这是段永平所有投资哲学里最难被普通人接受，但也是最核心的一条。我们来做个心理测试，假设你花100块钱买了一只股票，现在它跌到了80块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，哎呀，亏了20块，我得等它涨回100块再卖，至少得保本吧。或者更惨一点，跌到了50块，你会想，完了，亏太多了，现在卖就是实实在在的亏损，只要我不卖，就只是账面浮亏，说不定哪天能回本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请一定要警惕，因为这就是著名的沉没成本谬误，也是散户亏钱的最大根源。段永平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股票的买入和卖出是2个完全独立的决策。你当年花多少钱买的，那是历史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它对这只股票未来是涨是跌没有任何影响。市场才不管你多少钱买的呢，市场只关心这家公司现在值多少钱，未来能赚多少钱。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案例，
这次是关于苹果公司。段永平是苹果的超级粉丝，也是重仓持有者。但是在苹果的股价历史上，也出现过多次大幅回调。比如2013年左右，或者是2018年底，苹果股价一度跌得很惨，华尔街充满了质疑声，说苹果创新乏力了， iPhone 卖不动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在波峰买入的投资者，看着账户缩水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可能会想止损。但段永平怎么做的？他不仅没卖，反而可能还在加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判断卖出的标准从来不是我亏了多少，而是这家公司还行不行。他看重的是苹果的生态系统。你想想看，你周围用 iPhone 的朋友，有几个换手机时会换成安卓？很少，对吧？这种极高的用户粘性，加上 App Store 源源不断的收入，就是苹果最深的护城河。段永平认为，只要苹果的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坏，只要它还能源源不断的产生现金流，股价的波动就只是市场的情绪在闹脾气。他曾经说过一个很通俗的道理，如果你发现自己买错了，比如说你花100块买了一家公司，结果发现这公司其实只值50块，而且未来可能连50块都不值，这时候股价跌到了80块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很多人会想，我亏了20，我不卖。段永平会告诉你，赶紧卖，因为你现在的每一个犹豫都是在增加你的机会成本。哪怕你卖了之后只剩80块，但这80块钱你可以拿去买真正值钱的好公司，去赚回未来的收益。如果你死抱着那个烂公司不放，期待它回本，那你不仅亏了钱，还亏了时间，这才是最大的损失。所以段永平给出的卖出标准只有3条，极其严苛也极其简单。第一，你发现自己看走眼了，这家公司其实没价值。第二，你发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，即使把现在的股票亏本卖掉，换到那个新机会里，未来的收益也能覆盖现在的亏损。第三，你需要钱救急。除了这3条，股价的涨跌绝对不应该成为你卖出的理由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冷酷？但这就是职业投资者和赌徒的区别。赌徒看的是运气和过去，投资者看的是概率和未来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，那我怎么才能做到这么淡定呢？看着钱变少，心里真的很慌啊。这就需要修炼段永平的第3层心法，保持平常心。什么叫平常心？是不是说要像和尚一样心如止水？其实不是。段永平口中的平常心，是一种基于深度认知后的自信，也就是所谓的手中有股，心中无股。他经常劝诫投资者，千万不要把盯盘当作乐趣。你看盘看得越勤，你的情绪波动就越大，你就越容易做出错误的短视决策。台湾的朋友可能对台积电 TSMC 很有感情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10年前买了台积电，然后天天盯着它的股价看，每天随着大盘的震荡心情起起伏伏，今天外资卖了你心慌，明天地缘政治紧张你失眠，你很可能在某个波动的低点就被震下车了，根本拿不到今天这个收益。但如果你像种一棵芒果树一样，种下去之后只关心由于土壤好不好，有没有浇水施肥，而不是每天把树根挖出来看看长大了没有，那你就能享受到时间复利的果实。段永平就是这样，他住在加州，和中国股市、香港股市都有时差。人家问他怎么做交易，他说他经常是睡觉前下个单，或者根本不看。因为他知道一家伟大的公司，它的价值增长是以年为单位的，而不是以分钟为单位的。这种钝感力恰恰是他在股市长赢的秘诀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道层面的东西，我们最后必须得落地到术的层面。你说要价值投资，要买好公司，到底什么样的公司才算好公司？段永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先人后世的原则，也就是看公司先看管理层。他提出了选公司的4个标准，这4个标准
每一个都能帮你避开90%的雷区。第一个标准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正直诚信 integrity。 这一点我们在台湾商界也能找到共鸣，就像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一直强调的诚信正直。段永平认为，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层不诚实，那这家公司就算现在再赚钱也不能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股市里，我们作为小股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。如果管理层想骗你，做假账，搞利益输送，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还记得当年的乐视网吗？ PPT 做得震天响，生态化反说的头头是道，股价也被炒上了天。但是段永平从来不碰这种公司，因为他通过观察管理层的言行，发现他们喜欢夸大其词，喜欢忽悠。一个不诚实的人也许能骗一时，但绝对走不远。段永平说，他选股就像选合作伙伴，如果你不信任这个人的人品，你敢把钱交给他打理吗？绝对不敢。所以看财报之前，先去看看这家老板过去说过的话兑现了没有，看看他对股东坦不坦诚，这是保命的第一条。第二个标准，把事情做对的能力，这指的是企业的护城河和运营效率。有些公司人品没问题，但是能力不行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打趴下了，这种公司也不能买。段永平非常看重差异化，也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模仿不来的。比如茅台，它的护城河就是那个产地，那个品牌文化，别人怎么学也学不会。比如苹果，它的护城河就是 iOS 生态。如果一家公司做的生意是谁都能做的，那就会陷入价格战的泥潭，最终谁也赚不到钱。第三个标准，做过对的事。这就是看历史战绩。一个人如果过去10年都很成功，做成了好几件大事，那么他未来继续成功的概率就很大。这就像我们看运动员，乔丹就算退役复出，大家也相信他能拿冠军，因为底蕴在那里。段永平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从小霸王到步步高，再到投资网易、拼多多，他每一次成功都证明了他的商业逻辑是可复制的。投资这样的团队，胜率自然高。第四个标准，正在做对的事。这是看未来的增长点。一家好公司不能只吃老本，得有长远的眼光。这就要求管理层不能为了短期的股价波动去牺牲长期的利益。比如亚马逊的贝佐斯，为了在这个季度多赚点利润让华尔街开心，他完全可以削减研发投入，但他不干。他宁愿亏损也要投物流、投云计算。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，就是正在做对的事。说到这里，我想你应该对段永平的这套股市自救术有了一个立体的认识了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当股市下跌、账户翻红的时候，不要恐慌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家公司的价值变了吗？如果没变，甚至更便宜了，那就是上帝在给你送钱，要敢于接住。第二，我要不要卖？别看你的买入成本，忘掉那个数字，只看未来。如果没有更好的机会，也没有急用钱，就死死拿住，甚至加仓。第三，我选的公司对不对？看看那个老板是不是诚实，看看那个生意是不是有护城河。我知道听完这些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知易行难。毕竟看着真金白银缩水，那种心痛是真实的。但是投资本身就是一场修行，它修的不仅是你的认知，更是你的心性。在这个充满了噪音和诱惑的市场里，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的浮萍，今天听这个大 V 说，明天看那个新闻跑。只有极少数人像段永平一样，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沉稳的石头，牢牢地锚定在价值的河床上。我也想特别对我们台湾的投资者朋友说几句。台湾的股市其实非常有特点，我们有世界级的科技产业链，有非常多踏实经营的优质中小企业。在面对全球经济波动的时候，
这种价值投资的理念其实更适用。与其去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股，不如静下心来，用段永平的这把尺子去量一量我们身边的这些企业。你会发现，在这个看似动荡的时代，依然有很多金子在闪闪发光，等待着有眼光的人去拾起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投资最重要的是不要亏钱，第二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第一条。这不是让你畏手畏脚，而是让你在每一次出手前都多一份对常识的尊重，对价值的敬畏。愿我们在未来的投资之路上都能少一份韭菜的焦虑，多一份猎手的从容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在这个焦虑的市场里找到了一点方向，哪怕只是让你今晚能睡个安稳觉，那我就觉得非常值得了。这期视频的信息量非常大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收藏起来，在股市每一次大跌，你心态快要崩了的时候，再拿出来听一听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。当然，如果你在实战中有什么困惑，或者对段永平的理念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